观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早安中国，晚安美国》。那今天呢，高杰、石山和秦鹏呢，继续给大家关注真正的太有意思的热点话题。那今天我们看到呢，10月1号啊，是中国的国殇日。一个呢，昨天习近平他们开了一个什么酒会啊等等的，各种消失的人物都在出现，但是呢，该出现的人物又没出现。同时呢，这两天比较热闹的事情就是习近平在韩国，他在韩国呢本来是订了一个酒店，然后也可能要举行国事访问，现在呢这两个事儿全黄了，弄的呢这件事情呢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热点的新闻。因为呢在韩国，不管是评论员、议员，加上媒体，加上老百姓都出来抗议来了。习近平为什么这次呢要去对韩国的国事访问要取消呢？为什么订好的酒店把人家结婚的8对新人都撵走了，你又连罚金都不交，又给取消？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今天要去聊一聊哈。那我们看到题目了，石山认为呢，这跟金正恩有关系，这跟金正恩有什么关系啊？那这是今天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那还有呢，今天比较大的事儿，美国这边政府关门了，那中共这边呢，央视的记者就报道，什么医疗、教育、交通全部受到冲击。在美国生活的您觉得是不是受到冲击了呢？那今天我们也要去好好聊一聊这么大的事儿，美国又停摆了。这一次美国政府的停摆和往常的停摆有啥不一样吗？那么咱们好好聊一聊。上次提到的这个800将士，美国昨天已经开始聊过了。那我们看到呢，真的是有点像中共的整肃军纪啊。那么美国也在要对3军呢进行军纪整顿了。那我们看到国防部长川普全部呢去讲了话，那到底是讲了什么样的话？那这件事情呢，左媒啊，美国的媒体呢就说，川普进去讲话的时候，那些将军们默不作声啊，非常的尴尬。那川普呢自嘲说，现在你们可以鼓掌了，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那我们一会儿呢也听听哈，秦鹏和石山是怎么分析的。那今天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要一起去聊一聊今天比较大的一些事情，像马斯克在的 X 平台上，他把他 cancel 了这个Netflix 的这个事情贴出去之后，在整个网上引起了一片的这个关注之声啊，很多人都晒出来自己取消 Netflix 的这种订阅了。您知道是咋回事吗？您取消了吗？为什么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把这些事情一起呢和大家去聊一聊。好了，石山，咱们先说这个韩国的事儿哈。我看到今天呢，中国方面包括国外的媒体说，因为呢他取消酒店，导致呢就是韩国人的抗议啊，他包这个酒店取消人家新人结婚，导致了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所以呢他不得不去把酒店给取消了。那你认为恐怕不是，后面有很多的原因。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不会因为抗议就把它取消了，因为国事访问是很重要的啊。我也不太可能是韩国取消的。我认为呢，如果是因为原来是这样的，这个10月30号他到韩国，然后待到11月初啊，大概就是2天嘛，两三天。他是除了参加 APEC 这个峰会以外，原本计划还有一个对韩国的国事访问很那个红地毯一铺，礼炮打一打，是不是啊？然后怎么样的，这个都是规格很高嘛。这个之前韩国的外交部长跑到中国跟王毅会了个面，那是朝鲜的，北朝鲜也来了，韩国的也去了。然后呢，他们就在说到希望能够促成国事访问。对，韩国这边是希望有正规的国事访问，也是李在明刚上台嘛。对，这个反正现在是看样子就是取消，看样子是中方把它取消的。我认为中方取消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北朝鲜，因为北朝鲜也派了他的那个叫金善基崔善基，对，也是专机飞到中国。对，他是那个外相啊，也是到中国去访问。在也谈了好几天，跟谁谈，跟这个反正也没报道嘛。但是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现在有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10月10号，朝鲜这个劳动党，就是朝鲜的共产党呢，有个建党的80周年，那可能有个阅兵。他们是邀请中方的一些领导人要去，我估计啊，他们是想请习近平去。
这你看个我们金正恩已经来了，你这个阅兵我们来了，我们阅兵你是不是也应该来啊？今天都已经10月1号了，亚洲那边已经10月2号了，对10月10号就要阅兵，到现在都不正式官宣，没可能吗？这个朝鲜历来是这样的，朝鲜是你知道他要阅兵，你也不知道他哪一天什么时候。你记得有一次朝鲜是突然半夜，人冲出来了。2023年突然就是全部人冲出来，在大街上阅兵来一通。就是这个，他不事先跟你说的，他那个保密做得很好，因为他担心阅兵就为了耀武扬威，你还不是不大声的张罗张罗？他这个自己有电视拍了，就耀武扬威了嘛。他不需要告诉你啊，因为他告诉你了，你知道他在什么位置了，那你个斩首行动不是很害怕啊？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这个专制的这个独裁者呢，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哎呦，挺有意思。他的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先扯远。现在他邀请习近平去，我怀疑习近平不会去，我怀疑他不会去。不会去北韩。那前一段时间金正恩访问了93阅兵，那能没条件吗？他们之间能不达成一个地吗？对，现在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去，但我自己判断他可能不会去，能派另外一个人去，派王沪宁去。一般都是要这样啊，新上任的中联部主任肯定要去啊，然后王沪宁去。一般都是派一个常委这个政协主席，或者是派一个或者蔡奇。是派这样的一个人物去完了以后就这个就行了。但是你不去，你这表态，对方肯定就要说，你不来我这儿，你去南韩，你还要国事访问，你说你参加个 APEC 会议也就算了，也就罢了，是吧？你就参加一个这个国际活动，那你还要来一个国事访问，那这个很明显是厚此薄彼的一个问题，是吧？那你就这个东西你是需要平衡的。这金正恩不高兴了，闹腾了一般。对，有没有可能是来自于？因为我现在也有这个说法，那就是四中全会不是要开了吗？那习近平内部的权利被内部的人给他取消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对，现在也有这种可能，对不对？对，我们现在也不妨做这方面的猜测啊。但是那个他是按照道理来讲啊。这个国事访问可能不受这个他内部的这个影响，因为他取消他的那个权利，最有可能，比如说军委主席是可以拿掉的，然后总书记是可以拿掉，因为你是中全会嘛，你是这个四中全会嘛，是中共党内的会，对。但是你的国家主席，你在这个地方还拿不掉，那个必须得通过这个全国人大的常委会。这2年之后，对，3月份，明年3月份，还有一个呢，就是叫国家军委主席，就是中共这个其实他这个党国不分，但他呢这个还要两面，所以呢他把这个军委主席其实还分了国家和党。对，其实都是同一帮人嘛，对，两块牌子，就是这个既要这个又要，既要又要，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就算四中全会开完，他这个国家主席的帽子还是戴着的，所以他去还是国事访问，他可以。四周全会是10月20号到23号，对。然后呢，他访问这个韩国呢，这个 APEC 会议呢是10月30号到11月1号，对也是3天两夜，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正好是四中全会结束之后，大家都在看习近平，你到底四中全会之后，你的权力会有什么变动啊？大家都在观察。对这个事情啊，就是谈到这个，就算你不是国事访问。你为什么要取消那个酒店呢？这个有点奇怪，就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那个什么，就算你就是说你现在我取消国事访问，你还可以住那个酒店呢，是吧？所以现在对中共来讲，你包一个酒店这点钱算什么？而且弄得现在真的臭名昭著，在韩国。没错，所以外面都估计啊，他本来是到这个叫反客为主。就是因为这是 APEC 的会议啊，我在这包一个整个酒店一包下来，保安、厨师、什么工作人员全部换成我的人，说不定窗帘、家具全给你换了。对呀，换完以后就是我是主场了。我主场，比如我见川普，我可以请你到这酒店去，这感觉不就是我是主场，你是客场吗？而且不光是川普的问题，因为那个 APEC 会议有很多国家
领袖要来，他可以用这个主场的优势去跟别人谈。习近平其实有一个弱点，他是个非常紧张的人，你没发现？他在外交场合，他是一个很紧张的人。他好像特别有一次，他走这个红地毯的时候，还要回头看一看发生了什么，对，他看看旁边有没有人跟上啊，或者是怎么举足无措。他对有一点，他不是一种很坦然的这么一个人，走到哪儿都很舒服，所以他需要这个主场的感觉来进行谈判。周围都是我的人，没错，安排这一切，你把我自己扔到那块儿，旁边都是我熟悉的。你说他跟这个川普能不能在 APEC 会场旁边一个会议室里面，两个人溜进去上厕所，一边拉尿一边说啊，你怎么样啊？这样的，那得摸摸小本本在不在？对，他做不到这个。尤其川普，他跟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他也做不到这样的，所以他必须是事先全部安排好。事先安排好，你就必须有个主场。所以当这个主场取消了以后，我认为实际上取消的是什么？实际上取消了习近平在当场拍板的权利。他就没有说我跟他谈好了，就这么着了啊！高捷以后你就每年给我们买500亿，我买你1000亿，怎么两个人就互相谈以后就怎么？施山亲自拍板啊，这事你说了得算。对，因为他这个你就不用不需要你来做最后的决定了，那你那个主场就没有意义了嘛？就是别见面啊，就不要见面。对，你就是打个哈哈，这个见个面，握个手，say 个 hello， 然后就算了呗。我看到中方的这个报道，确实是这么去讲，说呢，原来呢是想主场让川普到他住的这个酒店啊，然后结果呢，现在呢美国拒绝。美国不去，美国不去。我看到中方啊，就是韩国透露的，在中方媒体上报道出来的。然后呢，说消息人士说，美方的这边呢，他们住的酒店呢，不具备这种领导人会晤的这种场合，就那种大小啊等等的规格。首尔没有川普大厦吗？没有，赶快发展到那儿，来不及。哎，这是一个说法，但是今天川普已经肯定了，他在韩国，他说4周之后我会跟习近平见面，会谈大豆的问题和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大豆的问题现在不是闹得最凶吗？中共这是一张牌嘛，所以现在呢，按照你说的这个呢，其实等于说。川普是说跟习近平见面的，但是呢，现在这个场地和位置现在还不清楚。那本来呢，习近平希望在我主场当中跟你谈，现在没有这事儿了。对，他可能都要做演习，就是说我见面的时候，从门口走到沙发要几步，怎么样见到的时候，你是向左转一下还是向右转一下？照相的时候怎么样？这所有的安排，他心里有底，他才敢去做这个事情。他不像川普是一个这个你知道在纽约的商人。的各种场合 ，New Yorker， 是 New York 这个 businessman，他要的就是不确定，没有事先准备，然后闯进去，然后就可以谈出意外的结果来，对不对？尤其川普，他特别喜欢干这个。但是你知道中国这种官员啊、官僚，尤其是这有一批人，他没有这种习惯，或者没有这种气质，他必须是事先要 set up 全部设好，所以那个讲什么话都要有个本说出来，标点符号都不能说错的。当时那个秦刚曝光出来，那俄罗斯的外交官就是说嘛，他半夜都要去走多少步、多少个台阶，大家都我的天哪！中共外交部，你这不吃饱撑没事干吗？你至于做到这个份上吗？所以连向左转向右转 ，why？所以这个秦刚才最受这个习近平这个器重啊。秦刚特别受器重，对。还得告诉习近平，咱们有11个台阶，你数着，别摔了，还能到这个份上吗？对，我的上去以后最好这胸稍微挺一下，然后回头招个手，然后就怎么全部都安排好。他是那个导演的导得非常细的，这一次啊，他的这个 APEC 会议是在这个叫庆州。也就是说，他那个地方呢，实际上没有这么多高档的酒店，只有2个5星级。对。然后呢，所以他原来的计划呢，就是准备在首尔，把这个新罗饭店给包下来。然后呢，这样有2个地方呢，到时候这个像习近平主要是在新罗饭店。
那么在那儿，然后开完会再回去，开车过去，然后呢，到时候开完会再回来。所以呢，反正也没多远，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说现在要取消，它肯定不是因为抗议。就是我看有的媒体报道说是因为这个好像大家抗议，中共绝对不会在乎你的抗议。你知道他们真的很邪乎哎！你说一个酒店啊，你这么大，如果是国事访问的话。你400多个房间嘛，400多个全包，他们对把提前2个月预约的8对结婚的新人的婚礼全部 cancel，那很正常。然后呢，110多个已经订的房间的客人全部给你 cancel，酒店的理由就是有国事活动。啊，有国家级的活动，那人新人不干了，结婚人咱们都知道，韩国人很讲究这个东西的，有点像中国大陆似的，对不对？他要算日子呀，然后请帖都发出去了，你怎么弄？然后这大家正抗议呢，几天之后，中共说，哎，我们取消了，就差几天的时间。然后呢，这些酒店又说，你们可以回来办场地了，真的惹怒了韩国的这个舆论呐，等等的，简直都非常生气，说不交罚金啊，连罚金，连这个，你总得有个赔款吧。都没有，然后你就给取消了，你这简直太霸道了。所以这件事情，议员也出来讲话，媒体、年轻人都已经上街抗议去了，闹得挺大的。那再大，这个我觉得对中共来讲，他不在乎的，因为他要是说这个要搞一个主场这样的这种安排，然后呢，要为了习近平这种方便或者那种豪华，因为那个新罗饭店呀，就习近平或者中共领导人去韩国每回都是包这个地方。11年前，没错，所以他这个地方已经是属于大家觉得很熟悉了，或者呢，风水，觉得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觉得很好了，对吧？风水呀，各方面都很好，就跟说买这个华尔道夫酒店一样。这个吴晓辉被抓了之后的话，中共就接手，就在这个联合国的大会这儿，对吧？结果接手的话，原来计划说花10个亿这个装修，现在花了60亿。那对他来讲不在乎，就是有些东西来讲他不在乎这个反应或者花钱多少，所以这一次绝对也不是为了省钱，也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就是抗议啊什么的原因。我觉得相当大的原因恐怕呢是来自于2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来自于金正恩的压力。你不搞这种国事访问了，其实那个酒店留的其实意义不是很大了，对吧？第二个呢？川普也不去，那你留着更没多大意思，算了，就可能灰溜溜的就取消掉了。所以很大一个可能是在这儿。那还有可能就是说，可能四中全会也敲了，你去这不由你说了算了，以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可能性也有，对吧？我觉得也有，对，因为对习近平来讲的话呢，你说现在他还是毕竟是国家主席，而这种所谓的像川普觉得这是我才能够跟习近平我要去见个面，才能把大豆啊把这个事儿那个事儿谈下来，其实都不是习近平决定的，也都不是现场决定的。对中共这个体制来讲的话，这个决定不决定都是这个好长时间，然后内部开会，然后什么这个那个的一个流。要用 DeepSeek 算半天对，算下来说我要定了才是。那么最后的这个会不过就是个这个表演一番而已。不对，秦鹏，你现在这么说，大家觉得是这么回事儿？过去习近平是各个小组的组长，好不好？对，所有事情不经过习主席是不能够承认的，只是这个时候了。所以他就全都烂尾了。全烂尾了以后，他就不敢做决定了。你要知道，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说做一次。输一次，做一次败一次，最后就不敢做了。没有，这个不是习近平的风格。习近平的风格是越做的话，他越觉得这个事儿必须我亲自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说下边的人没有这个贯彻好习近平思想。因为前2天啊，就9月22号的话，那个国内那边还传出来一个内部的一个消息，说现在呢，这个那些的问题，经济出了问题了，承认了。承认经济出了问题的话呢，其中找了4个理由。一个理由呢，就是说这个下边的这些人呐，没贯彻好这个习近平永远正确啊，永远正确，对，下面没做好啊，对，所以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下说，经济啊各方面的这些问题，对吧？那你肯定的，他不会说因为小组长。实际上，现在这个小组长、这个总组长被干掉了。对呀。因为前段时间不是搞了一个这种叫做重新去规划，这叫做协调小组、协调办事，就是这个小组它的那个整个机制嘛。对。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习近平那个权力拿掉了，而且派了军方的这个人，相当于是管着这个总的这些小组。
就这样呢，就相当于一个个小组得跟那边去汇报，这样的就是习近平其实现在那个权力已经没了，所以呢，就是现在呢，他还是不过就是作为这个国家主席啊，作为这个中共表面上的领导人，有些事儿你还得出席出席。所以的话呢，说是不是因为说这个就是开完了四中全会，对吧？然后呢，说你实际上也就那样了，你就不要那么浪费了，对吧？你那个酒店你定了就白定，对吧？很可能也是权力是有内部斗争，权力是有关系的。否则的话，他多订个酒店，对中共来讲，你说他是个事儿吗？也不是个事儿。就说就算川普不去，就算这个习近平得来回跑跑挺好的。他以前就住那个酒店，觉得挺舒服的。突然间你住个别的地儿的话，他其实不见得舒服。哎，那个新罗饭店是他以前就住是吗？对，11年前，当时是朴槿惠然后呢，他去访问的时候就住在那儿，就住那儿。对，你知道这个饭店名字挺有意思啊。新罗。新罗，因为那个你知道，在隋唐时期啊，整个这个朝鲜半岛有3个国家，一个叫新罗，一个叫扶余，还有一个叫高句丽。然后这个高句丽和扶余啊，都是跟隋唐作对的，只有新罗是永远忠于唐朝。后来忠于唐朝，那个女王还写血书，还连夜织锦绣给这个唐朝，要求来支援。最后呢，唐朝派兵跟这个日本人在这个扶余，就是在朝鲜中部汉江呢打了一仗，把这个日本人给打败了。然后日本以后不就派了遣唐使吗？但是新罗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它原来很小，在南部一个小国家，然后趁这个扶余和高句丽都被消灭了以后，他就拼命的自己扩张，左拱右拱，就拱到了鸭绿江边。后来就实际上后来的朝鲜都是继承了这个新罗的版图，新罗王朝，对，新罗的版图。这个挺有意思。地藏王菩萨他其实好像也是原来新罗王的一个王子，也被他们写成的这个样子了。对。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大概都有1周的时间了。我们就因为做媒体嘛，大家都在看，说习近平怎么把这个酒店取消了呢？到底取消没取消？什么原因？大家都在看啊。到今天为止，他们已经是彻底的证明了，不但取消了，现在这个新罗酒店已经恢复了，让人家还回来办酒店。但是这个骂声载道啊，然后呢，他们自己还得赔几亿的罚金，你对你自己民主国家，你还得赔几亿罚金，然后大家还都在说你在向中共屈服啊，李在明政府向中共屈服啊。然后呢，他们那个朝鲜日报嘛，就韩国的那个报纸说，这件事情呢是中方直接跟新罗饭店进行洽谈的，这个韩国政府没有介入这件事情啊，就是他们说韩国政府没有这件事情，我们就在说，你说一个酒店跟外国政府说要做国事访问，你不去跟本国的外交部去核实，反正这些事情今天呢，就是大家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大家就去猜。所以呢，别看他取消了一个饭店这些事情背后有这么多的事情，时间点也特别有意思。那我们就再问一问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习近平到韩国去访问他取消了这个新罗饭店的话，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石山呢就认为这是金正恩闹得太厉害了闹得太厉害了，抗议了，所以呢，他不敢呢把这个规格定得太高了。那么第2个原因呢，那就是四中全会。那习近平四中全会之后，这个权力是不是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实权了？被内部呢，干脆你拉倒别不要弄了。那么这是第2个原因。第3个呢，那就是你说都不是，我有我自己的原因，那就是其他的原因，好不好？我们赶快做一个民调这件事情千万可不是一个小事。关于习近平四中全会丢没丢权力，他到底怎么样，一直吵来吵去。那今天这件事情呢，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刚才秦鹏你在讲，你说他说了不算，都是下面的人，我就想到最近不有个议会满嘛，对吧？他那个证监会的主席现在被已经正式除名各种什么中央委员这些职务全都给拿下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大家就在笑嘛，说你上任那么几年，这个人也是习近平的人嘛，对不对？对，他是习近平的人，对，浙江新军的代表人物，反正至少是来讲是习近平会信任，否则的话他上不去，对吧？然后呢，现在呢，我看到西方媒体就是路透都在报这件事，咱不说中方说什么了，连西方媒体都在讲。他说他上任之后呢，上市了 IPO 了1800、1900接近2000个这个1900家公司，2000家企业，90%都是亏的就是都低于 IPO 的价格，把股民骗的是死去活来。然后他的儿子涉及到蚂蚁金服等所有的金融这个项目，围绕着
这个易会满这个已经是抓了100多个人，包括他的亲戚、朋友、哥哥同事，全都给抓起来了。那么最近也被拿掉了。你想，这又是习近平提的人，又是之江新军的代表人物。不过我对易会满这个事儿呢，我认为实际上他就是个习近平的这种叫做错误政策的，或者这种很糟糕政策的一个这种替死鬼。你刚才你不说了吗？对啊，习近平政策是对的，你下边没有办好吗？问题不是。在这个上市这个问题上啊，其实很多人都在骂这个易会满，根本跟易会满没什么关系，因为你看表面上看起来，你说什么上市啊，中国不是叫做什么这种审核制，后来又什么这种叫推荐的这样一个制度，对吧？对，它但事实上来讲的话，你整个这个证监会，它不过是一个这种叫做跑腿的，在中国来讲的话，像什么中央银行、人民银行、什么这个证监会，权力实际上非常小。你连一个这个部长的这样的一个级别，或者副部长那个威严那样的一个这种地位都没有，他实际上就是跑腿的。那么习近平后来呢，像这个20大，然后就实际上到19大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已经是控制了这种经济了。所以呢，就是对于后来的经济政策、金融政策，全是习近平在拍板。所以就是他实际上在有过亲自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或者是讲话，就是叫做增加这个企业的叫直接融资，圈钱呢？圈钱，这间接融资，就说我们讲这个融资的话，企业融资是包括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是什么呢？借银行的。对吧？贷款呢，然后这个钱实际上来自谁呢？储户。所以这相当于是你的这个借钱人和这个企业，他没有发生直接联系，通过这种银行做了一个这种叫间接融资。这个呢，中国企业大部分是间接融资，但是呢，这个间接融资带来很多问题，就是呢，你这种银行可能出现坏账，坏账的话，你最后会谁倒霉啊？国有企业倒霉。而国有企业在中共的这个体制内的话呢，他把它视为叫做国有企业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他是认为这是党的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党的执政基础如果塌了的话，那党就完蛋了。所以他不愿意这个国有银行去亏钱，他要去把这个钱呢变成叫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什么意思呢？你上市去 IPO 也好，还是后来的叫增发，你呢都是直接向股民去弄。对吧？就跟那个韩国推责任一样，说你这是这家这个新罗饭店和这个中共大使馆直接签的，跟我政府没关系，对吧？所以呢，你同样的你要说上市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到将来你可以这个责任一推，说你这家企业它造假，对吧？它做的不好。然后呢，赔了钱，然后呢，这个股市跌了，跟那个你是直接跟股民打的交道借的钱。跟我政府也没有关系，跟我银行也没有关系，和你证监会有关系啊！你1800、1900家企业，所以的话呢，你怎么监管的？不，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那么前2年是这个易会满实际上做了差不多有这个5年接近，对吧？前2、3年，其实这个股市也是跟现在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高兴啊，好像易会满下去，这个股市好了，不是的。易会满刚上来的时候，股市也啪挺好，挺漂亮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随着你各种各样的烂企业上市，然后你又没有个退出机制，对吧？你又拼命的在那儿去这个让它去增发，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当然就这个老是3000点、2800点，老那时候老是这个守卫3000点和守卫2800点，守卫了30多次。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习近平30多次，所以中共这个很狡猾呀，他就挥泪斩这个易会满，就把易会满给当做替罪羊给踢出去了，就斩掉了，说哎呀这是易会满干的，你看看他这家伙太坏了，你看看为了这个赚钱，为了这个发了疯，对吧？搞了这个2000家这个企业上市，那跟他有什么关系的嘛，对吧？你谁在那儿当时这个按照习近平那个讲话要求，谁也得去让这么多企业上市。只是呢，这个什么具体谁上市不上市，谁怎么回事，可能有一点点差别。然后呢，作为你比如说他的儿子是什么在中金公司或者是在这个其他这种银行，对吧？那么你是就像这个搬油条一样，对吧？你谁搬不是搬呢？
对吧？你当然他这个儿子当然也就跟着去搬了搬之后呢，当然手上就有油了嘛，对吧？这个也不多，也才10几20亿的这个钱，对吧？过的钱可能是180亿，但是他可能个人也许捞个10亿20亿的，那都这么干，你这个体制都这么干，所以这个事儿的话，叫我来看还真不完全怪这个议会满，真正该打板子的其实就是中共的这个习近平为首的这个党中央。他们当时为了去把这个经济、把这个责任、这种危机转嫁给这个老百姓，而不是转嫁给银行，因为中共最怕的是银行出问题，叫做系统性金融危机嘛。一旦银行出问题的话，那么整个经济噼里啪啦，整个就全倒，对吧？所以他要想方设法把这个责任转嫁给这个股市，转嫁给股民嘛。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板子应该打到他们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议会满其实真的，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挺冤枉的。中国股市呢，刚刚秦鹏说的就是这个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问题。间接融资最大的问题就是成本高，而且那个钱你要还。对，那你借了钱你得还嘛。直接融资就是你作为股东你投给我了，有风险，那我就风险自负。你投给我了，对不起，你就不能拿回去了，我也不会还你钱，是吧？我赚了钱我分你点，赚不到钱，对不起，我也不分给你啊。你小股东你拿我没什么办法，那如何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股市上市呢，结果被中共搞国企改革的时候就发现，哎呦，这个太好用了。为什么？就是你国有企业，我把数字改一改，会计账目怎么做一下，做完了以后呢，就都是赚钱，资本很高，然后我就用这个溢价卖给大家，卖给大家以后，我这个股本，我的资本就大量充实，我就可以做生意了。至于后面亏钱，对不起，我永远不会让你呢变成大股东。我后面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我是这个大股东，所以最后这个公司是谁管，是谁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这个还是我们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但是呢，对不起，是你出了钱，对，对不对？是你出了钱，所以他就是朱镕基友说，哎呀，他没想到这个上市啊，成我们国企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工具，这是当时他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呢也就罢了，这个也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上市公司直接延续原来国企的普遍造假的这个风气，太可怕了啊！我以前就是我跟你讲，曾经有中国的企业上市公司啊，连续几年以后，最后挖呀挖挖，就发现90%的营业额是假的。90%啊，90%几的利润是假的，你这编账目全是编有没有利润都是怀疑的，对，全是编的。全是编，当然最后这个公司给抓起来了，这如何？还有呢，就是这个里面的对赌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因为靠谁资金啊，多空对赌，这个里面有大量的游戏在里面玩这个里面这个东西啊，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股市有问题。另外一件事情呢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它就是你知道这个财富啊，它要有金钱来表达。但你钱印多了，你必须有个锚点。我们说的锚点，不是资产就是负债，啊，不是资产就是负债。好了，以前呢，中国大量的钱是这个锚点是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升1倍，我的钱就可以多发1倍，就是这样的感觉吧。我可以多发1倍。你想，中国房地产发了，这个涨了多少？从这个200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涨了很多倍。我记得北京以前2000块钱房子，大家说那么贵，我现在2000块钱1米，现在10几万了，已经是吧？那个就是等于是他这个社会财富的蓄水池越做越大，但是到了这个最近15年、16年以后，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有危险了，房地产你不可能再升，怎么办？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其实他们是有一个计划，就是吸引大量的这个优质上市公司回来上市，包括很多中概股在纽约的，他希望他回去上市。对，上市以后呢，回去上市以后呢，就把这个股价炒高。房地产呢是有一个极限的，股票是没有极限的。
再配合你在后面利润造假，那个东西是没有极限的，把老百姓钱都挤到股票里去。没错，他就是说，他把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价值变成了他发行货币这个大量的钞票印出来的一个锚点。他们原来是这样的计划的，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这些公司太糟糕，大部分这些公司都不赚钱。大家都看到了，垄断的都赔钱，中石化、中石油居然敢赔钱，就大家都在赔钱，赔钱，所以你这个股票是升不上去，怎么弄都升不上去，升不上去。现在就把那个这个什么中金会是吧，整个就是财政部的这个公司砍开了，你可以进，这个社保基金也可以进，了，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钱，这个国有基金以前都不让进的。以前说，因为你有个风险管理，因为这个股市升跌啊，你可以进，比如你不能超过10%。对，在美国也是这样限制的。对，都是你多少你要不投国债，多少你要可以投股市，现在全部给你打开了。去年不是那个中央银行直接担保，你是这个投资公司是吧？直接你要买股票，我直接把那个钱就给你，你就买。这个不是这去年的那个什么史诗级刺激方案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往里冲，现在确实在涨，但这个涨势其实很虚弱，风险也非常大，而且对国家财政，我认为这个压力非常巨大，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当然这种东西啊，这要找出来，一定要怪在议会满头上啊！你不怪他头上，怪谁头上？因为当时中国为了配合这个股票市场的这个资金池，让它疯狂的扩大，它就是把这个原来的审批制变成了申报制，是吧？就是说你是个企业，好，你就申报一下，你说你要上市了，你这样不就简单了吗？大家都上市，这个池子不就做大了吗？它是所谓下一个大棋，没想到这个大棋下面全是臭棋。现在就全裹在里面，所以这个又烂尾了。这个股票市场这个它不可能烂尾，因为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出发点它就是个有问题，就为了最早是为了这种叫国有企业改革，就把那些烂企业然后的话救活，然后让它上市。后来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说权贵分赃的那么一个地方。没错。那么分赃的话呢，如果说你这个媒体自由有法治，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审计自由各方面的话，你都自由，就是说这个也可以。结果的话，你全部这些东西也是党的，或者受党胁迫的，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这是吴敬琏老先生讲的，对吧？吴敬琏老先生说，这个你赌场的话，它好歹有个规则。这个中国的股市。连赌场都不如，为什么？你赌场的话，你好歹大家是这个，他为了这个持续经营嘛，他也得让你赢点是吧？不，他是建立一个规则，然后谁这个作弊，他是收拾谁，对吧？甚至干掉他。结果的话呢，你中共这个要想作弊的时候，都是这个权贵。你知道现在的以前的中共的那些叫做二代们，不管红二代、那个官二代什么等等，这帮人都在哪儿待着吗？工程，或者有什么项目，或者是类似进出口，就是说早期的这些二代们在这些地方待着，拿到项目一转手，扒一层皮，摆几个点啊，或者什么等等就拿到了。回扣了。现在不是，现在的这些二代们的话，基本上在金融圈里头，资本市场直接拿钱，直接抢钱，那多容易啊，对吧？你这个企业挣钱不挣钱不重要，一包装。几百万一投一包装，然后的话你就是个这个盈利企业，然后的话呢，盈利企业你比如说你盈利200万，我要做个这个30倍的这个市值，对吧？那这好几个亿就出来了，那多容易啊！那个时候北京我们有些朋友搞法律的，你知道吗？那些法律律师们全都在做上市公司这些文件包装，全都在做个，简直都疯了一样啊！现在有个朋友说嘛，一个工厂。说你这还差那个这个市值啊，还差，你再给我加个300万。说这往哪加？那天有个公共厕所，有一个厂里面有个厕所，粉漆给它擦一下，擦完一估值50万，这个厕所也估值，里面都没改啊，就外面刷一层粉就估50万。哎，这个资产真的假的？真事儿啊，真事儿啊。
你还可以包装嘛，你还可以把这个某一个挣钱的什么东西再并购嘛，反正就是说你真想这个股市玩是一件非常容易的，太多的方式和方法。这里面猫腻太多了，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一筐烂苹果，对吧？你说这个东西不值钱，那个在股市来讲，在资本市场来讲，这个太容易了。我把这个好的那部分咔咔咔收拾出来，做成这个漂亮的雕花，对吧？然后在这个估个值，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盈利倍数，那这个马上就挣钱了。把烂苹果拿去做苹果酱。对，我管你那么多，都喂给你吃。所以我跑这个美国来讲的话，我最喜欢喝的就是苹果汁儿，你知道吧？在中国你不知道你那个苹果汁儿是什么榨出来的，对。在美国它绝对，因为美国的这个东西便宜，人工贵。所以他不屑于拿这个东西到烂苹果给你造假，他全是好苹果给你榨的汁儿。中国好苹果绝对是拿去卖的，不是榨汁儿用的，烂苹果才是榨汁儿用的。真事儿啊，这不是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所以中国同样股市也是同样的道理。前几年不是有那个叫做中国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哥们儿啊，就是官二代呢，就是先去山西买一个煤矿。哎呦，你说的是那个周永康的儿子周斌？对，没错。他先去买那个煤矿，那煤矿呢，就是说已经不行了，没有煤了。所以已经那就卖给他吧，就几百万还是几千万还是多少钱？一估值好几十个亿。对，卖给他，卖完了以后。他就找人去估值，那些人一估值，哇，几十个亿呢，他又拿这个去抵押，去银行一抵押，贷了一笔钱出来，反过来回山东华能，山东鲁能啊，鲁能30亿买那个山东鲁能买下来，买完了以后再一估值600亿700亿，也就是说他用几千万，也就是几个月时间就估成了600-700亿了，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有真实的价值是差不多有值1000亿，结果的话，这相当于是拿那么一个小的资产，而且是贷款买的，对，但结果的话一折腾买了那么大的一个这个资产，所以中共的这个二代们赚钱，他绝对和这个别人赚钱不是一个玩法。你们说那个杭州市委书记不是被抓了吗？对，叫什么？他就是他太太呢，就是蚂蚁金服上市的时候。然后他银行贷给他5亿，就是完全就是私人的，就是贷给他几亿，然后他就去就变成了机构投资者，就买这个蚂蚁金服。所有人都知道蚂蚁金服这个一上市，少说4倍到5倍啊，所以你一上市，你把股票卖了，你就把这个一还，那5亿4倍20亿。你还5亿，你还剩15亿，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啊，你就15亿就放口袋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件事。那正因为这个非常容易，也就是吸引了大量的人在里面作弊。所以这个里面就涉及到要监管和法律要特别严格，而且要特别独立。你杭州的法院，你敢去审杭州市委书记的太太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对，玩到现在议会满给拿下去了，对，总得找个替死鬼吧，对吧？所以我们刚才从中国呀到习近平到韩国这件事情哈，那你看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在中国4中全会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这么说一说就说开了，就很有意思。这都是这2天发生的事儿。不管怎么着，你之江西军也好，你习派的人也好，你习近平提起来的也好，现在一个一个的被收拾掉。你是背黑锅也好，还是呢真的是你在这里边猫腻不断？大家听一听，你们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啊。说到这儿啊，就是下面说李伟啊，这 No.3 他说的太对了啊，就是这都是内行人，秦鹏也在金融圈子里边打滚的哈，非常清楚。那只喝美国这边榨的这个苹果汁儿啊，不喝中国的苹果汁儿。这些事儿这些话呢，跟我们的国内的听众你可能就听不到看不到。那刚才呢，这个路易斯就告诉大家，要想破产就投资中国股票，这些事情你想看你是看不到的哈。那如果你国内有朋友的话呢，让他去买一个 VPN 神盾 VPN 翻墙，
来看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真的是把这背后的这个猫腻给它揭出来，普通老百姓别跟着瞎忽悠去炒什么股了啊。那这个 VPN 呢还安全，是2个双核的 VPN。那秦鹏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它非常的安全，也不妨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吧。对，一般的呀 VPN 它其实是相当于是只保护你的这个你的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地址，对吧？所以呢，如果说一旦被攻破了，然后的话，它其实可以看到说你的这个从哪去登录的呀，到了什么地址啊，然后又访问了什么呀，这个其实对你来讲是个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但是呢，它的这个 VPN 啊，我觉得非常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把这2套服务器把它给分开了，双核。对，然后呢，一套的话呢，它去访问这个目标地址。所以没人知道你到时候最后访问的什么目标地址是什么，也没人知道你来自于什么地方。这样的话呢，即使说将来某一个被攻破的话，其实也只能知道哦，某一个地方你可能说出去了，仅此而已，去哪儿了不知道。然后呢，或者访问攻破的另一个说哦，这个地方是被访问的这我们说跳板，对吧？但是没人知道呢，你这些。谁在访问？所以这实际上这个非常，目前来讲，在市场上我唯一的一个这种模式的最安全的一个这种 VPN。而且它这个服务器还都在海外，不是在中国国内。所以呢，有国内翻墙的朋友，或者是有朋友翻墙的话，你一定要查一查它那个服务器在哪儿。如果在中国境内的话，其实都要打一串问号的啊。现在有10%的 VPN 是中国国安在弄。海外的很多其实现在也是中共国安在控制，你知道吧？因为他们很擅长去买一些这个收购一些或者租用一些这种我们说海外的一些云服务啊，然后最后做成 VPN 或者什么等等的。但这个呢，因为我们是比较熟悉了他们的这一家厂商他们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可以非常保证的是他们是做的这个整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跟中共是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因为之前的时候他们还开发过就是翻墙的一些这个工具的，所以这是一家非常安全的一家企业。好吧，那在这儿呢，就是跟自己亲朋好友哈，如果想翻墙的话，像易会满呐，这些习家军也好，中共的体制内的也好，你也应该翻出来看一看。现在啊，易会满也翻出来，对，你得翻出来看一看。早听我们这样的话，早给自己留后路，别给习近平那么卖命，对不对？像上次你讲的那个，让他给你选到这个哪个省当个省长或者是什么那么高的位置厅长，让你选，你说你吓不吓人？那听了你的这些节目的话，我就不会选那种看起来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很有可能一夜之间小命不保的位置，对吧？所以这些事情还真得出来讲一讲。那以前有禁书，那我们现在呢，它也进不了我们的言，咱们在这里多分析分析哈。那在这儿呢，拜托啊，下面有这种购买2年套餐呢，在我们这个频道还享有65优惠哈。为了您的安全，为了了解未来的这种大的版图，怎么保护好自己哈，多看早安中国，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呢，讲到的就是习近平跑到韩国取消的这件事情没完呢啊，这件事情还没完。那接下来呢，韩国会不会有军演啊？10月10号又半夜拉出来，太有趣了，我觉得。真好玩，北韩呐，对啊，他半夜再拉出来，到这个时候来大阅兵，你都已经有核武器了耶。那个北朝鲜的阅兵啊，比那个中共那个阅兵正步操的气派，它中间还有一个垫步，啪啪啪的垫步，特别来劲儿。那个是以前那个中共的这个阅兵叫这个方伟说啊，叫鸭子步嘛，鸭子步是这个德国纳粹和这个墨索里尼他们这个搞的这种东西，后来被苏联学去了一部分，但后来苏联也搞这个垫步中间垫一步，就是除了这个正步踢起来以后，还这中间还垫一下，哦呦，那个来劲儿，那个北朝鲜那个半夜3更的出来一大堆人在那垫步，哎呀，实在是有点非常恐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挺好玩。我想呢，北朝鲜现在都你看多厉害呀，都已经参加乌俄战场的战争了，拥有核武器了，你还半夜出来溜一溜，这你这不开发核武器干嘛呀？那咱们看一看，大家赌一赌啊，你觉得这次是半夜出来呢，还是白天出来呢？开发核武器啊，其实相当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为了增加这种叫做国际地位。第二个呢，它其实是为了防中共。就是当你把这个核武器、把这种我们说远程导弹各方面弄起来之后的话呢，它其实对中共来讲，中共就没那么大的能力去控制它了。
这实际上我觉得是很多人没有完全看懂的地方。这个小胖子家族啊，我觉得他其实是非常某种意义上非常聪明的一个帮家伙。他知道，如果说你这样的一个核武器，你去跟南朝鲜，对吧？跟韩国你去耀武扬威，你其实是自找灭亡的。就美国绝对不会饶了他。但是呢，你拿这个东西去跟这个中共去讨价还价，这是非常有力量的东西。所以呢，就是金正恩现在为什么对习近平他能够形成一种叫做威压，能够逼迫这个习近平，比如说你让你取消这个跟韩国搞什么国事访问呢，对吧？你显得这个好像对我们不尊重，对吧？这个冒犯这个金家王朝的最高尊严。他为什么有这么大能力？他不是因为他说他这个说话厉害，或者是因为他这个意识形态一样，而是因为他现在有几个牌在手里边拿到了。第一个呢是俄乌战争的时候的话，整个金正恩去卖这个猪胆儿，就是卖他的这个人头，他的部队，卖他部队去打仗，朝鲜人民志愿军。对，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就相当于是给从俄罗斯那边换了很多东西。换了什么关于卫星的呀，关于这个航天的技术啊，关于导弹的技术啊，关于很多的高科技的东西。所以他现在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原来呢，相当于是他被夹在这个中共和俄罗斯之间。现在的话，他啪跟俄罗斯这边有谈判的砝码了，他就啪增加了一个谈判砝码了，从那个普京那边拿到了，对吧？另一个呢，就是核武器这个发展。所以他的这个发展之后，现在中共其实你上一次这个他为什么来大阅兵，有一个原因的话，他其实跟中共那边谈好了。中共那次的话就没再谈那个半岛无核化，什么意思呀？放任这个金正恩去搞这个核武器了。对，但是搞核武器外边有人讲啊，中共这好像是又怎么赢了，然后的话去吓唬美国，美国不听你这个吓唬，因为你有中共的核武器。和这个朝鲜核武器又有多大区别呢？对吧？你这个对中共的对朝鲜的这个核武器，你的数量，你的这个打的这个远的那个程度，各方面来讲，你和中共的威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的真正的这个原因，实际上是金正恩在这个过程中拿到了牌，所以现在呢，习近平就不得不去听他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讲说，这个习近平现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绑架了。中共现在就是因为你要养虎成患，你就是被这种小流氓国家给绑架了，你只能去有些地方你是顺着他。所以现在呢，把这个酒店取消了啊，国事访问在韩国现在已经没有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中共现在真的是点儿背啊，所有的事情都塞牙缝啊，每一件事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他出丑。我跟你讲，这个其实习近平以前是非常讨厌金正恩的，他非常看不起金正恩，在这个你知道这个习近平上去以后，一直到2018年，整整6年时间，他没理北朝鲜啊，他也没有金家也没有到中国去，他也没有去过派重要人物去朝鲜。完全就是冷落，而且就是拼命谈判，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是中国的底线啊，如何谈得特别厉害。那个时候，在那一个阶段啊，中国和美国在全世界有一个大家同样的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那时候还有6方会谈一类的，6方会谈已经过了，已经过了。但是呢，中国是既不想解决。但是又不想它发生，我这又是一张牌，我还拿着来压一下美国，但是我又真的不想它发生，因为这个是对中国来讲，中国的地缘战略的安全受到巨大的影响。现在其实中国的地缘政治是非常糟糕的，你想围着中国一圈基本上都是有核武的国家，俄罗斯，然后呢，现在北朝鲜、朝鲜、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对，关键的问题什么？还有这个伊朗，说不定也在搞啊。关键的问题是，东亚这些国家哪个国家搞不了核武器？南韩、日本，包括台湾，对，要干的话，大家半年之内全部都给你干出来，是吧？现在就是美国人死压着说你们都不能弄，我来保护，我来。所以这个战略核潜艇也派进去了，啊，我就是给你这个定心丸吧，我来保护，你们都不要弄。所有的这些国家，技术、资金、
原材料全都在那个地方，可能就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埋着呢，就放着那儿了，弄几个月就弄出来，非常简单。也就是说，到时候中国这个所谓的核威慑力量，其实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因为你周边一堆的这个核武器的国家，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啊。第二个，金正恩的一个大问题是什么呢？原来他有个哥哥住在澳门，是受中国政府保护的，叫金正男，是这个金正日的老大，对，大儿子。结果他呢，就是这个不涉及到朝鲜政治，他就住在澳门，住在中国，然后他反正有钱，周围来回走。他的保镖就是由中国派的特勤局派人在保镖，结果是零几年呢，我忘了，不是给干掉了，10几年，对，10几年的时候，他就是去马来西亚，他不喜欢别人老盯着他，他是个比较自由主义分子，结果就被朝鲜直接给干掉了，毒死了，对，毒死了。这件事呢，其实对中国是那个触动非常大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怎么转过来呢？就是2017年中19大确定要解决台湾问题，跟美国闹翻了，美国和中国开始打贸易战，开始顶上了。实际上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就2017年年底到2018年年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原来中美关系是大的方面合作，小的方面呢，大家互相争一争，闹一下。到那个时间以后，就变成了大的对抗，小的东西去合作。整个的外交，中美外交，所以在那个节点上，2018年的节点上，中国的外交发生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第一点就是金正恩2018年3次还是4次跑到中国去了，见习近平，两个人有没有手牵手我不知道，反正就在大连的海滩上散步，棒槌岛，就在那散步啊，那个是很清楚。然后这个韩国的这个限韩令取消了，马上取消。然后中国已经很多年没有高级领导人去日本访问了，去朝鲜，日本就直接李克强直接去了日本，就是要跟日本缓和关系。然后还把印度把莫迪请到武汉，全部都是2018年6月份，莫迪请到武汉，两个人和习近平在那待了好几天，在东湖里面散步，走来走去的两个人，那干什么呢？那个就是整个这个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所以那时候我就写过文章，我说你们就不要再想了，以前的整个这个大的东西全部发生变化。所以现在你看到，现在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是被迫和他特别看不起、特别不喜欢的金正恩彻底绑在一起了。这个就是政治的现实，永远是超越你个人喜好的，你没有办法的。他可能不喜欢金正恩，他可能怎么样，但是政治现实你没办法。金正恩也非常清楚啊，中共一边用着他，一边压着他。虽然他离不开中共，所以呢，金正恩也不太甩中共。金正恩他北韩的官员曾经暗示美国人说，我们的导弹，你以为我们向着东边，我们说不定可以向西面呢。朝鲜的西面就是中国啊。你想他就直接暗示啊，他直接想叫跟美国人谈这个事情。对呀，那金正恩现在也要挤到谈判桌上，所以这次呢，川普要到韩国呢，现在这个接下来的这10月底这10月份也挺热闹的。4中全会，然后呢，习近平到韩国，川普和习近平之间有可能会面啊，然后呢，川普还有可能再安排要见金正恩啊，都有可能在发生。然后呢，我们又看到呢，这个月看他北朝鲜会不会阅兵啊？中共派谁去？这一串都发生在这个10月这个金秋10月，所以呢，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刚才我们发了一个民调啊，我现在看不到啊，这个民调刚才是45%的人都认为是中共内部4中全部的内部习近平权力被取消，那30几的朋友呢是认为是
金正恩闹腾哈，金正恩他不得是把习近平架在火上烤，他不得不降级呢对韩国这种访问的规格哈。那其他的也有选择的，所以我们一起呢关注这些国际的热点的大事的，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啊。那其实呢，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我就看中共这边报道，对韩国的报道呢，就是他主要是说和美国之间如何。今天呢，这个中共这边也是在吵一件事儿，就是美国政府关门了，关门，这关门了，然后呢，就说这各个方面都带来重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方面的，美国政府确实是从今天早上凌晨0点啊，就彻底的，这7年以来了，就关门了。那川普呢，上一次创出历史记录的35天是川普的第1届，那这现在呢是他的第2届啊，那终于呢关门。这个关门呢，现在这件事情呢特别好玩，因为呢，我们现在今天他们还在开会上协商，在投票啊，在参议院还在投票，也有可能呢1天就截止，那也有可能呢非常的长。今天已经投完票了。投票的结果就是说没达到嘛，还得继续关嘛，相互否决了一下。对，因为共和党这边弄了一个干净版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对吧？然后呢，民主党那边还是坚持，他说要什么给这个1.5万亿，1.5万亿，这1万多亿的这个给那些就是我们叫健保的这些人，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被共和党又给否决了。最后呢，所以现在就是继续关门状态。但是关门状态今天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吧？就是美国股市呢又飙涨，创立记录了又。然后呢，马斯克成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前来讲第一个这个个人净资产超过5000亿美元的这么一个超级富翁。所以说，你说这个关门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所以对这个对美国有多大影响？对，美国股市来讲，反而至少现在来讲，他觉得这个没什么关系，反正对美国经济也没什么影响，这是他们的一个看法。对，就是这个美国人不会觉得有什么太大影响的，中国人会觉得不得了了。这个怎么政府都能关门？对，你看你们民主国家，你看那个说那个对医疗啊，对什么交通有影响，我今天也没感觉，我今天还去医院了啊，哪有什么影响啊？我也没感觉到任何影响，没有人在那上班啊，在上班还接待你，才不管呢，再管你那么多呢，没有什么影响。这个跟2个国家的这个体制不一样有关系。那这个大家都是堆着这么多财富，美国像个院子，政府呢就是围墙。你说围墙倒了，对里面的财富有多大影响？那没什么影响，只是院子倒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高楼大厦100层，然后你说那个政府就是那几根柱子啊，你大家都堆在上头，这个倒了可就问题大了，砸死人了。对，那就稀里哗啦就全垮了。它这个是体制是不一样的，因为所有的这个自然发生的这个社会体制，全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嘛。中国一个村啊，你说那个有没有县官，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个县官是你李家的还是王家的？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啊？不是共产党有关系了，共产是反正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还是种地。你谁来我就交你公粮，我就交5%啊，交这个税，其他的不管。然后我们村里的事，这个祠堂长老说了算就完了，我族长怎么样？这个就是这个自下而上，这是自发的，人类社会大部分的社会形态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到了共产党这个地方，他就给你彻底变过来了。他就是顶层设计，他就是上面有一根铁链子，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拴在一起。拴在一起以后，而且他还不能让别的绳子、铁链子来帮忙，只能他一个人拴着你，对吧？全部拴死了。所以他那儿只要一出问题啊，这全社会就是崩溃、崩解式的这个崩溃，整个崩溃。所以他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在中国人想起来，或者现在的中国人想起来，现在对共产党看起来，政府关门那是天大地大的一件事。不过我跟石山老师观点不太一样。就是中国的这个情况下的话，假如说我们说政府倒了，或政府这个不运作了，我觉得其实也没这么大影响。你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对大部分人的这个我们说，你比如说发这种就跟美国一样，这种社保来讲，它其实是通过机器发的，某种意义上。或者它是比较必要员工是继续得工作的。同样的，你说你包括这个社会执法的这些人，他还会工作的，所以美国就是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对吧？说呢是这个在关门期间，每一个州可能会损失这个 GDP， 就是
0.1%到0.2%，对吧？但是历史上这个有22次关门，但每一次的话，这个即使损失了一点经济，回头啪啪又给补回来了。就跟上一次的2018年川普那一次，对吧？35天、36天，结果是什么呢？说损失了经济是110亿美元，但后来那个等到一恢复，那哗哗哗又给发展起来了。就是它这个股市经济各方面不受什么影响。你中国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没那么大影响，因为中国现在根子上的这个运作是什么呢？是它已经是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机制了。你比如说你的这个买东西卖东西，对吧？你去哪儿购物，你已经有地方了，不需要你政府来管你。政府经常来干嘛的？看你这个谁不听话，对吧？说你这个叫什么消防不好，把你这个超市给你关了，对，多收点钱啊，多收点钱，或者其他的，他实际上是来捣乱的，他不是来去服务的。所以呢，你说他真的关了之后，像石山老师刚刚讲的，说这个会天塌下来，或者大柱子塌下来，我觉得不是。它实际上是中共的一种宣传，他把你宣传成说啊，我这个党要倒了的话，我这个政府要倒了，你这个国家就会乱掉啊。现在中国你看这个几十年的这个乱，谁乱起来的？共产党搞的，每一回都他乱，他在那里边捣乱，就搞个什么文革呀，搞个什么89杀一帮人呐，或者去镇压法轮功，或者镇压这个上访的呀，等等的。每一回这个闹事儿，实际上是他闹事儿，不是老百姓闹事儿。中共的政府他也关不了门，他只能是倒台，他怎么能自己把自己给关了呢？倒台到时候也会体现成一个关门状态。所以你看看那个苏联东欧，你就知道了。那时候的话，整个苏联东欧倒台的时候，整个社会特别混乱和这个出现了这种大家都受不了了吗？我觉得没有啊，不用看那么远，不用看那么远。其实我们那个，我同意你说的，其实一个政府啊，对社会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真正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只是这共产党。他宣传，他觉得，官员觉得你这不行啊！你这个世界上没了我，地球你怎么转呢？你说这个东西对不对？太阳还能升起来吗？是不是？你这个月亮和太阳这个位置都颠倒了，没有毛主席，未来的世界怎么办？对他这样感觉。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就是疫情期间，大家觉得这个有一段时间突然中央政府 shut down， 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你看到中国，马上各个村自己封起来了。他自己管理，他自己就给你封啊，就各种各样。我跟你讲，民间自治是永远不可能把它打下去的，永远不可能。你只要上面那个政府没有了，下面那一层马上就出来。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共产党不行了，以前我们说哪个皇帝不行了就怎么样了，这都胡扯。一定最起码如果他咱们现在刚说那个昆明嘛，这夜摊跟城管打了个不可开交，跟警察打了6个小时，对吧？对呀。政府一旦要是不用管了，大家都出来摆摊的了，没人去打架去了，对吧？地摊经济大发展，对吧？一定是这样的，非常蓬勃。吵什么呀？你别来捣乱，别管我们，别给我们收钱。现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现在那个，我觉得这个川普啊，共和党政府他们也其实挺高兴的。你不给我钱，我就把那些我平时不喜欢全给你裁了，是吧？对不对？我那些人不需要，我就把他裁掉了，裁掉。这个他也挺高兴的。我告诉你，美国政府啊，真的是有一些有很多有效率有问题的地方。当然是因为这个，他也是。美国的公务人员啊，他不是他们这个社会最优秀，也不是抓特别紧，也不是抓特别。美国他真的有很多问题。最优秀的一流人才是经商去了，2流人才搞研究去了，3流人才进政府去了。这一直大家都这么说。我跟你讲，这个美国政府里面出的问题太多了，太多了。20年前，我美国在办绿卡的时候就出过一件事，我当时也是哭笑不得啥事？就是我们家几口人嘛，一起。因为那个时候是自由亚洲电台，它是那个叫做 International Broadcaster Act，就是说是国际广播，叫广播员吧，就是这种啊，就是它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是不需要经过劳工部，
也不需要经过什么东西的，就你有那个，它同样是 H1，过来以后，反正到了第4年你就去办绿卡去了，就可以全家就都过来了，你就全家你就做了。结果我在办的时候呢，我们家有个小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给政府呢就把他的档案和我们全家档案呢就分开了，就分开以后呢。就我们拿到绿卡，怎么那个小孩没绿卡呢？丢了一个，就丢了一个。后来我们就去问呢，你几个小孩啊？我4个小孩。哎呦，4个小孩。对，然后那个小朋友呢，就丢掉了。丢掉以后呢，我就去问呢，哎，他说找到了，原来这个档案啊去了另外一个一个中心了。说那怎么办呢？就重新再把它这程序要重新走一遍呗。办事的。然后就发了一封信给我，就要 interview 我们家这个小孩。多大呀？5岁半。那怎么办呀？你带他去？我就拎着他去那个移民局啊。移民局说对不起，这位先生，你把孩子不能进来，你自己进来。我说sorry，这位才是你们要 interview 的啊，是他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儿子。就但是他一看，他就哇，就是觉得很好笑，就把他拉进去了。真的 interview 啊，就进去了。5岁半，因为没办法，就是说你既然走到这一步了。就是这个文件这个程序走着，就所有流程都要过。好了，就进去以后先宣誓，然后摁手印儿，然后就开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啊，你是不是有没有回答呀？小孩你有没有当过恐怖分子？你有没有加入过纳粹？你有没有当过共产党员？你有没有走私人口？你有没有贩毒？什么反正就全部都问过一遍。那小孩。我跟你讲，所有问题他听不懂，他就看着我，什么？我不到6岁耶。对，但是他们办公室大家都觉得很好玩嘛，都跑来看看那小孩，我们家那小孩也挺可爱的，反正就是不是就最后摁了，反正大家就是哄堂大笑，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我就是这个事呢，我就想说，美国政府里面的这个办事的这个东西啊。它没有那么严谨，它不像这个亚洲国家，这个很卡的，就是它给你办得很严。欧洲也，起码我知道英国也是很严谨的，他那个公务员啊都是这择优录取，都是这个优秀人才。美国不是，美国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尤其是有一些部门，它真的是按种族肤色划分的，他说你必须超过这个有色人种。黑人或者拉丁人或者怎么样，亚洲人你得超过多少比例啊？他就是一系列这种，当然他是对这个政府的效率他是有损失。有损失，它是对这个准确度损失其实很大的。所以美国政府没有效率，从来都是美国历史上各种政治评论员嘲讽的对象。大家经常开美国政府没效率的这种，包括开这个总统的玩笑，这在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对，他有人我看网上以前讽刺说，外星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侵犯美国啊，没有侵略美国。他说因为在 DMV 排队已经排50年了，就是还手续还没办完呢，就大家开这些玩笑了。所以今天呢，这次呢，其实你说对美国生活有没有影响？问问我们的观众啊，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你觉得美国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关门对你生活有影响吗？有，打个1；没有你就打个2。啊，那特别是真的在美国生活很多年的哈，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好不好？那其实我觉得过去历史上是有一些影响的，它有一个名词叫做华盛顿纪念碑策略啊，就是当时是克林顿时代嘛，然后呢，他们也是两党之间呢不能够达成这个协议，然后那是当时共和党主持这个众议院，然后呢，他们就把华盛顿纪念碑给关了，因为这个属于大家旅行的地方嘛，那是一个标志性的，到华盛顿你要去到那个碑那去看去，然后就一下就闹得新闻特别大嘛，然后最后克林顿没有办法了，扛不住压力了，就又重新就低头了啊，就是让步了。最后呢，这个就非常有名，叫华盛顿这个纪念碑策略啊，就是在当时呢，就是什么地方能引起轰动啊，引起媒体关注，像什么国家公园给你关掉，然后人家过来旅游的都进不到国家公园了。现在美国的国家公园又是了，没有工作人员了，然后垃圾没人清理了，就哪个地方疼就弄你哪儿，然后你这不就造成舆论了吗？你就得给那个不让
不让通过的，或者是导致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一党呢，就给他施加一些压力嘛。所以过去呢，在美国历史上这22次经常会有这种情况。但我看到他们就讲说这次不一样，说这次是川普政府，他要去停的话，他不会去让老百姓怎么疼，他只能去把那些。他现在是74万联邦雇员会受到影响，那其中呢，直接受到影响的，他有56万左右。他发一个叫做 RIP 这个东西呢，就是叫做61天期限。因为美国呢，联邦政府你要 fire 这些员工雇员的话，你得到60天。他现在已经开始呢，对部门像什么环境保护署啊一些拿着国家联邦的钱的这些呢，已经开始在指导之下开始发这个 RIP 的这样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随着政府沙当发到员工手里之后，如果到了60天，从第61天你就被 lay off 了。就不会再回来了。以前美国政府还回来，还给你再补你工资还得补上，停薪留职啊，停薪留职之后把公司不，薪水是继续发的，停职留薪。停职留薪，对，停职留薪，对，不干活光拿钱，对，他还是停职留薪，对。是这次呢，他如果发这个 RIP 的话呢，他们就分析啊，说川普这次呢，可能正好就这个机会呢，去干掉那些大概有30%的他不想要的联邦政府的人员，这几个亿啊，这样的一个数额。所以现在呢，这件事情大家都说这场博弈还没完呢，所以现在呢，就是还在几次啊，参议院、众议院还在讨论，两党领袖还在讨论，不断讨论。那被许停个10天、15天有可能，所以关键就是大家都在看你川普能不能坚持到第61天。这件事情呢，成了现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察点。美国政府是停了，川普已经创造了一个上次35天的记录了，这次他会不会创造一个61天记录？这大家都在看。对。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就虽然这一次川普啊，他其实和以前不一样在哪儿？他做了很大的反击。上一次其实就是有点被动，在那个白宫在那儿等熬日子的时候，等到说这个，比如说国家公园或者某些公共设施来讲的话，你最后不行了，然后最后大家再去谈判，对吧？然后那段时间呢，我记得还有非常清楚的，有一次他是请了一些这个，好像是篮球明星还是干嘛的。到白宫，结果这个白宫可能那个服务的好多那些也被停职了，结果呢就没办法去买了一堆的这个汉堡回来，就是那个像小山一样在那个在那个桌上堆着，然后大家一人一汉堡，那就是对川普来讲很开心，对吧？因为他就喜欢吃汉堡，对。然后但这一次呢，你就川普就非常这种积极主动的去进攻型的，第一个呢，他实际上是要搞这个大规模撤退策略。第二个呢，他就开始在这个网络上，在这个各方式来讲，他去攻击这个什么舒默呀，还有这个那个 Jeffrey。这是太好玩了，那个 Jeffrey 少数党领袖嘛，对，他给他总戴那个帽子，给他做各种梗，对，太好玩了，在那个网络上大家都在笑。对，这样的其实就把目标呢，他通过这种调侃的方式，把目标就转移到了民主党，转移到这两个头上，说你就这俩人给你把这个事儿现在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你们要怪就怪这俩人。对，今天那个万斯还在说，他说你只要 reopen 啊，不要让政府这个杀当，那我们就不给你搞这个梗了。这件事情大家就这么公开这么去讲啊，因为过去呢，媒体呢他不公开，就是这些事情都给你压下去了，我们也听不到。现在这艾斯平台上热闹得很，前2天他又跟油管不刚和解吗？2600多万的和解费嘛。对。油管现在把所有以前 cancel 啊、censor 的什么疫苗啊、变性啊、保守派的这些都打开了，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很多这种真正的，我觉得现在我才能感觉到美国过去政治那个好玩的地方哈。包括我们今天大家都可以在这去聊，这种声音开始出来了，川普更能搞所以他这不断的发这个梗图，在网上大家都笑死了，简直是特别有意思。对，特别有意思。再一个，这个川普进攻的策略是什么呢？你说让我难受，对吧？我现在停了你这个一些民主党州的一些资金，比如说你的这个纽约市的这样的一些建设资金，180亿。对
对吧？还有呢，就是其他有些州的那些什么样的各种资金，80亿或多少亿，就是让你跟着难受。所以你们要想不难受怎么办呢？你们去找这个你们的这个党派的这个领袖去谈一谈，然后呢给我们 reopen。反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这也是我的观察中，就是美国的政治里边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大家说是在。你看起来有点像小孩玩家的那种做法，对吧？但是他把这个为了他的整个他们所遵循的这样的一些理念或者一些这种资金的这种头像也好什么也好的话，他把它全部像民企一样，全部摆在桌面上，就是那么相互的这样的去硬刚。哎，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天。对，要过去呢以前都是叫做。每次都要痛感十足啊，让你下次不敢让我们再关的什么消防的、学校的午餐都给你关掉了。那学校拿到联邦的一些食物补助，他一旦联邦钱不到位的话，学校就真没午餐哦。所以这就叫痛感十足，老百姓就非常反感。那大家就推测川普不会这么干，他就把那30%的文员呢、NGO 啊，我看是说有几千亿哈，他也不用发什么遣散费了啊、补贴工资了都不用了，这钱全都省了。所以你认为是不会说这个61天坚持到？我觉得不会，这是一个这种攻击方法，他把这种舆论优势加在自己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川普这边也有一定的我们说不得不妥协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奥巴马健保，因为这一次他其实是以奥巴马健保的方式来去压这个川普这边，就要求他们呢能够去在11月1号这个到期这之前的话呢，因为那个时候开始已经是续下一年的健保了，对吧？对。所以在这个之前的话呢，让那些人获得就是相应的免税的或者是低价的这样的一些健保的方案。这个就牵扯到了相当多的人。因为奥巴马健保整个加起来的人大概2400万，当然即使影响不了那么多人，他至少也有几百万，所以这批人的话呢，如果说他拖到了明年或拖了更久的话，它就涉及到说他们的整个健保成本或者健保的这种服务各方面的话，它会大大提高，而好多人他涉及到这种收入很低的一些人，所以呢，这个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其实也是不太可能去得罪这帮人。因为原来的时候，川普是想过是要把奥巴马健保彻底废掉，对，但后来发现废的不可能，因为已经有那么多的人的情况下，受益的情况下，你其实完全废掉也是个问题。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就大家就在博弈。今天我看到这个万斯，还有这个叫就共和党的这个叫众议院的那个领袖叫做麦克Johnson 对吧 ？Johnson 的话，他们都表态了，对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健保这个事儿。万斯就是说你这个很简单，你把我们重新开了，这个政府重新开了，那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拨7个州或多少的钱，然后大家再谈判，对吧？那个 Johnson 呢也在讲说，我不喜欢这项政策好吗？但是呢，我理解政治现实，什么意思？就大家可以谈。关于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虽然我讨厌这项政策，但是呢，某种意义上的妥协肯定是的。但是妥协恐怕也不会完全回到那个过去，因为完全回到过去的话，它这个国会1.5个亿哦，不是，就这个部分的相关涉及到5000亿大概好像。你要完全所有的这个加起来是1万亿，但是它可能其中涉及到一部分某一些条款下的话，他想给它砍掉，对吧？所以呢，有可能会在这些地方大家还会去做一些妥协。所以我觉得接下去呢，这个妥协的基础和这样的你说川普这个主动进攻，这俩一结合，很可能在不要拖那么长时间，可能大家就达成妥协了。现在就是不想出那个什么变性手术啦。什么这个有非法移民的呀，非法这些就是由政府来出这个钱。对。现在美国人不想出，这共和党这边不想出这个钱。对，他想把这部分给剔除出去，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能的。今天白宫发言人那个 Levitt 那个女生啊，27岁，她也在讲这件事情。她说我们现在的已经37万亿了国债，你不能再让纳税人去缴钱了。昨天《华尔街日报》也有一个分析，就是 Obamacare 现在原来呢76%的哈，就是拿健保的人拿保险的人是从企业拿的，现在呢掉了8个百分点。那掉的这些人干什么去了呢？我不在企业这边交了，因为你企业呢，你要有一个额度嘛，你得达到这个额度，企业或者是保险公司才给你保险。因为这个额度呢，你自己缴费这部分还是要有一定额度比较高。奥巴马 Care 那边便宜啊，所以呢，他们这些你看8%呀，在美国这是多大一个比例的人都跑那儿去用，我在企业我也不拿你企业的，我去用
奥巴马 Care 的这部分。那奥巴马 Care 哪来的钱？纳税人的钱嘛。那这个呢，又导致了呢，就是一环接一环。保险这部分，它一使劲得涨保险，因为人交保费的人少了。那现在呢，就造成了真正拿着这些保费的人，原来一年平均大概是1500块，现在是5000多块。他有的美国人都交不起这保险费了。所以奥巴马 Care 呢，一直有很多很多的诟病啊，现在这个情况。对，它有很多不足，但你要完全砍掉它，其实又不太可能。所以现在就相当某种意义上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在修修补补，至少先用着。川普虽然想完全砍掉它换一套，对吧？但是现在你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砍不掉它。所以我们问问哈，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能不能坚持到61天啊？你觉得能就打一个1，你说不能打一个2。秦鹏认为不能，那我呢是觉得还有待观察，你觉得呢？因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必须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自媒体的节目，一直在谈这个健保啊、奥巴马 Care 这个东西。那里面这个从大的基础上来讲，我一直都是这样。奥巴马的很多政策我都反对，但是奥巴马的这个健保我是支持的。对，它有些好的地方。因为我怎么说呢？因为美国不是没有这个财力来做这个事情的。这个全世界的发达国家里面，唯一只有美国没有这个全民健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美国这个整个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体制啊，它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一些调整。我认为是需要有些调整，把这乱七八糟的经费砍掉，对啊，也就够了。对，这里面有很多涉及到不光是一个健保的问题，它还有涉及到保险公司，涉及到制药公司，涉及到很多这个一些医疗的机构，它里面的这个很复杂，是非常积重难返的这种。对，积重难返。但是这个东西怎么弄，怎么把它改过去？我不知道。我觉得奥巴马呢，起码在这一方面他做了一些努力，还有这个川普也在做努力，比如说他压这个制药公司，昨天对啊，你不能卖那么贵，你这个太过分了。他推出来一个叫做川普 RX 啊，川普 RX 网站，但那上面有很多药，可能呢就是辉瑞这边就和人家国外拿最低的价，我就卖这个啊。然后昨天辉瑞的股价也在涨啊，那这也是川普也在努力做这件事情。大家都说这个东西它是美国的这个医疗和这个医疗保障的这个体系是有很大空间可以改善的，我认为。只不过就是说这里面的既得利益太厉害了。对，你知道那华盛顿整个 K 街啊，全部都是那个律师行，对，游说公司。哇，我看有一半都跟制药公司有关。美国的 Top One， 好多议员也都是他们拿钱。最大的美国最多的lobby的花钱最多的就是美国的药业制药业，所以确实是他们真的是这样的。他们那个做一个药品，它做出来成本就几块钱，它可以卖几千上万块钱卖给。但是对他来讲，人家觉得这个叫研发费用这个高啊，你不能说最后算生产成本，这是他的也有一定道理，对吧？他的研发费用只是一个说法，因为他关键的不是看研发费用，他看的是有没有替代。我是独家一个。我研发只用了2块钱，我也卖几万，我管你那么多。你卖，你全世界都卖一样的价，你凭什么让我们美国人花那么多钱那么贵，完你给别的国家那么便宜？药厂太不像话了，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川普和小肯尼迪真的是揭开了这个很丑陋的这一面。那这次呢，辉瑞不得不去低头嘛。其实从企业角度来讲，你某种意义上他也是这么干的，就是你作为从生意角度来讲，他必然这么干。假如你政府不干预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政府干预还是需要的。谁说的，秦鹏？我绝对反对你这一点。没有。什么叫企业一定要这么干？那我们如果我做企业来讲的话，大家在这个大行业当中，因为我们是我学这个企业管理出身的，就是你对企业来讲的话，它是要达到企业的这种叫利润最大化，对吧？你从这都是我觉得都是现在这个企业现在的企业管理是非得要去说企业最大化。稻盛和夫他的那个活法里边，你问题就在于说现在的整个这种叫做美国式的这样的企业经营理念，就是以企业利润和企业市值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高姐，这个如果这是我们回头再讨论。对，这个如果争论起来，涉及到很多问题。对，涉及到很多这个基本的
这个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价值观理念的。对呀，现在的很多的东西就非得说企业最大化。我们专门回头搞一个这个话题，专门讨论，好吧？我得把观点先不能。那你可以先把观点亮出来，对吧？你非得说企业利益化，那为什么人造谈和服当时他们8个人去成立那个京瓷的时候，歃血盟誓，我们要为社会做出贡献，不仅是为自己个人谋利。你这种企业家是什么样的？人家真的是要为员工，然后呢更大的社会，甚至更大的为国家，这也是一种企业家的精神。凭什么你现在的企业家，你们简直是不像话？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探讨，对不对？对，值得探讨。我们回头这个，你这日本模式，观众朋友们的话呢，要去锁定我们这个频道，我们回头会搞很多很激烈的这个你就看稻盛和夫，关注，对啊，给我们点关注，点赞啊，给高姐点个赞，我也吵不过他们。不是关键是要什么呢？是要这个叫什么？加关注，怎么变成粉丝？怎么样？点订阅，对，在下面一定要点订阅，打开小铃铛，对吧？按开小铃铛，点订阅。我们的每天的新的观众很多，大家觉得我下次再去看，你现在不点订阅的话呢，下次呢油管的算法就不给我们算了，你就看不着我们的节目了啊。对，我前几天其实看过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上个月的这个新观众，就是其实每天来很多的人，对吧？而且呢，经常也好多来。但是呢，不点订阅，好像有至少有30几万上个月，70多万，70多万。结果的话呢，很多人就是跑来他看他不订阅，这个是我觉得是个就和其他频道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是希望呢，我们的这个观众呢是别人会不会别人都是用了神盾过来看一看？应该还不会，没有订阅不到。对，所以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去订阅下来，然后呢能长期成为我们的这个观众，对吧？大家能够朋友。然后一起能够更好的去讨论更多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很多的朋友在那儿也问了这个石山啊，赶快早日康复等等。多谢大家，多谢大家。然后 HS 说高杰别激动，慢慢讨论。我不激动我就抢不着话了哈。我们要讨论的热烈一点哈。我真的是觉得现在好多的观念都变了哈。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得说下面一个新闻必须要讲的啊，就是那800将军嘛，对不对？我们还说这是不是要打台湾呢？中共要这个美国要去应对一下，现在看来是在整肃军纪了啊。川普又是很搞笑的。美国媒体也特别有意思，美国媒体呢就报道呢讲的特别好玩。他说呀，川普非常的尴尬啊，800将军寂寞无声，川普很尴尬的自己开了一个玩笑，说你们现在可以鼓掌了，你要不鼓掌你就出去吧。那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哈。那川普说，当然你要出去的话，你就没有薪水了，你也没有职位了。那到底你们怎么看哈？川普当时开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笑啊！你觉得真的是这些人不给川普面子吗？这些800个将军啊，准将以上的，是不给川普面子、敌视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川普？我看到呢，支持川普的说，川普真能开玩笑哈，他太会开玩笑了。他说完这个玩笑以后，全场哄堂大笑。秦鹏你怎么看？我其实看过他的这段的这个视频，也看过他的整个这个演讲的主要内容，对吧？对川普来讲，我是发现他其实在这个军人当中这种支持率非常高，就大家非常喜欢他。其实这可能跟美国人的这种尚武精神是有关系的。美国人真的就是我们说他就很多的普通的美国人的话，非常喜欢这种打仗的。这个很喜欢当兵的，支持川普的那个这种美国的这个硬汉形象的非常多，非常多，包括这个好莱坞的，包括美国的什拳击界的、格斗界的，包括是摔跤界的、什么体育界的这些，就是越是男性化的这批人越支持他，对，所以在军队多人支持他，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一点不奇怪。因为在军队的这些人呢，你想过去的美国人在至少我们说倒推回10几年，美国整个这个社会都是正常的，何况在军队当中，大家都是靠什么来讲呢？靠这个军功，靠这样的一种我们说你的能力各方面的话，腾爬起来的。结果的话，最近10几年，你突然间出现了很多的 DEI 将军，对吧？因为你是黑人，所以呢，得凑一个比例，然后呢，这个黑人
你黑人其实我觉得我不歧视黑人，黑人很多很优秀，对吧？对呀，我们也都看他那些打篮球嘛，对不对？我迈克尔乔丹，对吧？对呀，大家都很喜欢。他当你说为了这个透一个将军，透了个几星上将，然后的话，因为你是黑人，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能力，我突然间像什么这个剁火箭一样，啪啪啪给你提拔起来了，你这个就让其实或者类似其他原因，甚至搞个变性将军进来。你想的话，原来这个几十年上来，这批将军会怎么想？那他绝对受不了啊！我们这个好容易都是大家是打仗热血出来的人，对吧？你这唱个歌，对吧？跟中央领导同志去跳了个舞，然后你就突然间成了将军了。那彭丽媛不就这样吗？不，对呀，这个宋祖英也是这样，对吧？对，所以你这个其实让很多的真正的这些这个战场出身的将军们是受不了的。所以的话呢，你说川普现在整顿整个这种军队，整顿这样的一个官场，他其实绝对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的，对吧？所以那一次呢，就是川普这一次出来说。我从来没有进过这么这个安静的这样的一个会场，对吧？然后呢，所以呢，你们呢就是可以呢鼓掌，对吧？可以鼓掌，然后呢还可以呢做任何事情，包括的话呢离开。但是呢，如果你们离开呢，就是这个军衔没了，对吧？你们的这个未来也没了，对吧？对，但其实是开玩笑，大家都懂是开玩笑，所以下边是哄堂大笑。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代表是什么呢？大家其实非常接受川普这样一个风格。其实川普也非常擅长于跟这种什么军队呀，对，什么包括这种我们说是这个工地上那些劳工啊，或者反正很慢的这帮人，非常擅长于跟这帮打交道。你知道吧？因为他几十年其实就是跟这帮人打交道出身的人，他就是在工地上，对，所以他懂得这帮人这个将军们的这种爱好或者他们的想法。所以你说这帮这个左派媒体说倒过来说这个川普啊，哎呀，好像那帮人冷眼相看，甚至什么这种找了也不知道在哪儿找了个照片，我看有的照片上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生气，好像在盯着他那种啊，那都瞎扯的东西。就是这帮的将军，你想想的话说。现在我们把那些不干正事的那帮人赶出去，这帮将军心里边高兴死了，对吧？谁不希望能够说这个在有一个有能力，然后有想法，然后有这种勇气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总司令干活呢？对吧？谁愿意说你这个在比如说打个仗或者阿富汗撤个军，你最后丢盔弃甲的把这个几百亿的这个武器丢到这个阿富汗？然后呢，你的整个撤军的时候，死了人，然后呢，你这帮这个被这种塔利班最后炸进来，然后呢，最后回到家之后，然后人家说，哎呦，你看看你们这些当兵的啊，你们在那个阿富汗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然后的话给军人丢够了脸，你说这帮将军心听了得什么滋味，对吧？所以的话，川普回来这帮人高兴坏了。其实你之前你从那个民调来看的话，就是军队里边、警察里边、什么消防员里边，或者各方面那个支持川普的人那个比例太高了，就绝大部分人都是支持他的。所以你说这个左派媒体倒过来说嘲笑川普，这瞎扯。他是故意的，他是故意，因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的。可能很多男性观众啊。可能会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巴顿将军》，我们说这个巴顿将军一开幕的时候是一个大美国国旗，然后巴顿走出来，然后一个人在那讲话，戴个钢盔，拿了一个马鞭在那讲，然后就是说狗娘养的骂了一顿，然后就啪解散，一回头，哇，下面全是军人，那个是什么？一片安静。为什么？军队就是这样。军队叫你立正就立正，稍息就稍息，没让你鼓掌。那将军上面，我们今天要出发啊，大家鼓掌，没有这样的场景的。所以军队它是有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一个文化，就是大家站在那儿，你就命令嘛，现在解散，大家就解散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川普一去就说。你们可以鼓掌了，是这个意思嘛？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从来没到这么安静的地方，因为所有的
这个学练的这个场合，一定有人在那喊啊、叫啊、闹啊什么的。他说的是这样一个意思：一到军队几百个人鸦雀无声，那只能说明美国那个军队纪律非常好啊。而且巴顿这个将军这个人呢，就是他实际上是非常有文化的修养的人。对，因为他的家庭这个非常富裕，所以他的从小的教养非常好。那么后来，但是呢，这个看到在这个战场上的时候，跟那个士兵看起来好像还在那种说一些粗话，对吧？对，那个其实是一种那必须的文化，一种必须的。他实际上是扮演了那个角色，就看起来让你很粗犷、毫不在乎的这种男人味儿，这种士兵味儿的话呢，其实能够吸引这帮士兵们这种忠诚，让大家喜欢，同时呢，能够让这帮呢更加有士气。其实川普他有时候这种风格，他也是的。所以你看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左派媒体的一个主持人，然后他应邀到了这个白宫，回来之后的话就感慨，他说川普啊，他这个人其实非常真诚，他能够在那儿去听你再去讲话，再去说什么，然后等等的，对吧？然后呢，他实际上也是非常专注、有礼貌这样一个人。但是呢，所以呢，我就认为说他的实际上平常表现出来那种大大咧咧或者是什么那种，全是故意的演出来的给大家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那其实呢，这个刚才我们下面这个观众很有意思，他说他的姐姐哈 Teresa 对吧？他说我的姐姐呀，天天看 CNN、MSNBC、PBS， 她非常左，也讨厌川普。我的好朋友也如此。这些胡说八道的电台、媒体、艺人必须惩罚。这是 Teresa 就在说的啊。所以我刚才讲的，就同样就在昨天发生的事情，哎，你就别光是美国的左媒体呢说，哎呀，全场一片寂寞，超尬啊，连中国的中文的媒体也都这样去讲，然后呢，川普讨掌声啊，讨要掌声，都是这么去报道的。那刚才呢，秦鹏和石山对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看的，他们认为这就是川普的这种风格，而且呢，他认为呢，恰恰这些军队的人是喜欢川普这种风格的，赞同的打个1啊，不赞同的别打了，赞同的打个1，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哈。那刚才呢，几个朋友就说，哎呀，很喜欢你们这么侃侃而谈。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么说，今天聊这几个话题，说着真的就不知道说哪儿去了哈。我们真的是现场在聊天啊。好，那我其实呢，在昨天呢，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国防部长啊，黑格塞斯他的这个发言很有意思。他说呢，他就讲他男性精神嘛，啊，不许肥胖啊，多少2个月多少自行体型测试，不许穿花裙子啊，那个第一，哎，你给我滚蛋啊！从现在开始，美国的军队不能要这些东西。问那些将军，你们愿意让你的儿子来当兵吗？你问问你自己，你愿意让你的儿子当兵啊？哇，那非常有气势哎，看了没有？那我相信像你们这种，我不太同意他的说法啊，真的。不是，我只不同意一点，花裙子那一点。因为那个你知道，那个英国军队最能打仗的一支部队叫苏格兰兵团。拜托，苏格兰那个是两回事儿，是苏格兰就是一个花裙子，人家那是一个民族服装，对吧？跟我们现在这个抹口红、穿高跟鞋、整那个裙子，它能是一回事儿吗？当然，对不对？不要转移话题，同化概念，好不好？这太擅长中共的手法了，对不对？哎，就昨天其实这件事情，那你说一个部队呢，过去他在做这些事情，做得很厉害哦。然后呢，那段时间拜登4年。陆军呢等等招不满军人的，美国人没有人当兵。哎，从川普上台之后，现在又开始踊跃的报，年轻人愿意去当兵了，报名的人多了好几倍啊！对，所以那你说这个社会到底怎么回事儿哈？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过去我很多人都说这社会怎么了？我们落实了，我们落后了吗？我们过时了吗？哎，我现在看来好像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今天有一个非常大的有意思的话题，就是这个马斯克在 X 平台他把它 cancel 啊那个Netflix 的这个拿出来之后，引起了一片共鸣。看我们导播给他拿出来了，大家很多人都晒他 cancel 这件事情，起因。就是呢，现在这个 Netflix 上面去推了一个动画片儿，这个动画片呢是个7岁的小男孩，然后跟这个在公园里边跟一个暴龙，他俩怎么地，小男孩一出来就说我是变性的，然后呢，他这个影片专门是给孩子制作动画片嘛，然后呢，这个7岁以下7岁儿童都可以去观看的。
这件事情一下就把这个马斯克给惹毛了，你知道，他非常的愤怒。他的大儿子这件事情把他直接给推到民主党那儿去了，所以他今天把这个给晒出来了。那这件事情呢，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哈。那我们下面有观众，今天的 Netflix 的话，本身那个股价也这2天也跌了不少。对，就是股市创新高，他也没跟着走，他往下跌。对，所以他这个其实代表说，大家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个非常不满，很多人的这种再去取消订阅。对，所以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写《哈利波特》的那个女的作者，J.K. 罗琳呐，那她呢也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她把她亲手扶持起来的哈利波特那一个小男生，一个小女孩，就那个男主角和女主角演哈利波特的那个和那个女生啊，魔法师的那个一封长信，也直接就是撕开了他们俩过去关系非常好，因为他们说他们很小啊，10岁、9岁、11岁都很小。他在片场给他们讲这个角色，像母女一样，两个人简直好的简直是大家都是很 sweet。但是呢，当到变性的时候呢，这个 J.K. 罗琳就受不了了，他说男人不能让变性男人进到女人的厕所里边，因为这句话，这个小女孩在电台上就说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捍卫他们的权利，他们可以用女厕所，可以用女的这个更衣室，然后这件事情呢，就直接他俩等于说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撕裂了，因为这件事情 J.K. 这个罗琳他遭受了死亡威胁、强奸威胁，他最后不得不去花钱雇保镖保护他的安全。所以那个时候呢，本来他是左派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作家，因为他也是DEI 呀等等，直到这个变性这件事情，直接把他受不了了。然后呢，他受到了那么多威胁的时候，他又成为了左派的公敌啊，全都去骂他。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最近呢，他又这个小女生又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哎，他又改口了啊，那意思呢就是说，说这个 J.K. 罗琳呐，说呢他的观点呢，也就是他也遭受了一些这个压力吧。罗琳非常生气，他说他不是同意我的观点，是因为现在方向变了，他只不过在顺应着方向而已。他说那个时候我被威胁的时候，他只送来一个纸条啊，希望你一切都好。他说你知道吗？你做的这些就是背后捅刀啊！你现在就他写了一种非常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信啊。那么这两件事情跟马斯克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今天网络上 X 平台上讨论的非常非常热烈的哈。想听听两位男生啦，那你怎么看哈 Netflix 的这种影片，你怎么看这个马斯克在号召大家去退订啊 Netflix？ 我觉得其实首先一点的话，我们说这个在美国，其实整个正常人是更多的，就大家其实是很讨厌这样的一些这种做法的。只是呢，以前某种意义上的话，被这种政治正确压制着，很多人不敢表达出来。但事实上来讲的话，绝大部分美国人他其实是很不喜欢这样的一些这种做法，因为走得过于极端了。美国人尊重自由，但是呢，前提是你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你更不能去强迫这个孩子去做什么。而现在的这些左派走到极端到什么程度呢？你个人上，你比如说你愿意变性，对吧？或者你生气说这个讨厌川普，因为之前还有这个4个这个男生，对吧？在川普第2任要上台刚刚那个时候，把自己的这个睾丸给切了。就是你那是你自己的，假如你是成年人，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愿意怎么折腾，没人管你。别去切别人啊，别去切别人，这是美国人的这种价值观。而且呢，你不能去欺骗那些小孩，然后告诉说啊这个东西多好多好，你怎么不告诉他说这个变性或者因此带来多少痛苦或多少的这种很糟糕的一些这种副作用呢？所以这个其实你如果你真的客观，你应该告诉他所有的这些事情，你不应该这么干。而且 Netflix 的话呢，其实我今天看了一下，把我给吓坏了。你知道吧？不是像你说的只有一个影片。那里边的涉及到，比如说是鼓励这种叫做同性恋的，鼓励到这个什么其他的很多变性等等那些的，这个再加上是变性的或者同性恋的收养一个小孩的等等的那些片子，而且就是给小孩7岁以上的小孩能看的等等。这里边那些片子比比皆是，太多了。我天，我看了当时都有点懵了。我说怎么这么多？你也盯着呢？我没盯，我是看到那个就是有一个X 上有一个这个叫做频道，叫什么 Libs of Liberal 还是叫什么东西的那个，
有一个专门有一个频道，他就当时列出来一大堆的 Netflix 的那些视频，我说怎么这么多？就是所以你看出来是什么呢？好的家长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边这个对孩子看的东西这么多。所以你这相当于是对孩子完全他不了解这种真相的时候的话，你在欺骗他，在诱导式的，你去告诉他啊，这个变性怎么好，然后有俩妈有俩爸，男的可以变女的，两个爸爸或者对，啊、这个多好，对吧？包括呢，你说这种鼓励说这种变性的或者是这些男的，就他到这个男厕所或者是到参加那个男的运动，你想想的话，这个东西都很恐怖或者是很糟糕的事情。男的，比如说我们这种体型，你说去参加一个这种女生的运动，太容易去得个什么奖了，对吧？而且的话呢，假如说再加上是一些搏击或者是这种对抗运动，那我打个小女孩打的跟捏那个面条一样，对吧？但是你这个公平吗？你也不公平啊。所以这些价值观，其实我觉得就得到了今天那些有些极左的那些思想价值观的话，真的是很变态的东西，可以坦率讲，没错，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今天像美国人现在是敢于说出来了，所以现在才有这个抵制，像马斯克呀，其实之前已经最近几年已经有好几次类似的抵制了，包括的就是抵制这个星巴克。百威啤酒，对吧？还有其他还有一个什么这种叫 whisky 的，这加上这次等等那些，我觉得这其实还有迪士尼，对吧？迪士尼因为也有类似于是这种片子去诱导这小孩，真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你左派的东西，你假如说只是个人自由，没人去管你，你不要去害人，我觉得这就这么简单。哎呀，我觉得这次那个马斯克能站出来讲话。马斯克今天还宣布，他要做一个 Grok 维基百科，也是这样，维基百科也是很左了。然后呢，马斯克也要再搞一个维基百科，他把 X 给拿下来之后，要搞个维基百科。你说如果没有这个 X 平台，没有川普这次上来的话，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在想，哎呦，是不是我们有问题了吗？我们跟不上时代进步了吗？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股票的反应和现在呢 X 上大家这种反应的话，你就看到哦，原来他们的声量没有那么大啊，没有那么大。相反的，持有这种你说是保守或者是持有常识的人，我觉得其实正常和常识就有常识的人，正常人其实是绝大部分。只是讲过去我们被那些左派媒体给骗了，就是大家以为说好像美国大部分人好像是支持这些事情的，但你今天。有了这个类似 X 这种自由平台，你会发现美国人闹了半天，大家其实是很讨厌很多这个不好的一些做法的。对呀，我自己是女生，所以那我们当然知道了，那都吓死了。你说我们在那上厕所也好，你突然进来一个男的，你不吓死我们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也非常的鲜明，就是反对呀。我们也不想让小孩子去变性啊，我们不喜欢你变性之后进到女厕所，那你们有权利啊。你别说你变性，你自杀、你吸毒都是你的权利，对不对？但是你这个事情你不能强迫我们来接受这些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包括那些变性的人，我觉得有些问题都不敢讲啊。我看到一个变性人啊，就在中国也是开始变性，一个男孩子变成女生，他现在这个变性跟过去那个太监好像还不太一样，他还做出女性的这种生殖器官呢等等的。你想想身上弄出那么个洞来，然后他说他自己后悔了，那个洞就是个伤口啊，那是个创口啊。他自己就说太痛苦了，不要去做这个。他每天他要用一个棒子插到那里边，然后2个小时，要不他那个会长死。哇，天哪！我看到那个我不知道，其实我们光说变性，我不知道在美国或他们现在变性做了什么。原来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什么把睾丸切下去了，不是的，他真要把身体改成女性的那种身体结构。那你想想，你不就在逆天吗？你在跟老天爷对着干吗？对。然后我们扎个耳朵眼儿，我们都知道，那刚开始都要不断的带着一些条数米啊，或者是金啊银的耳环，要不它会长死的。你整那么一个东西，我的天！我就在想，媒体，你宣传这些变性，你有没有把这个之后要做什么，花多少钱，遭多少罪，你要做，你有没有跟这些人讲？有没有讲？我相信在手术之前，他们可能都签了字了。可是我们有，他绝对不会告诉你那些副作用或者那些痛苦的。
他会告诉你，就跟那个谁马斯克讲他这个儿子或者他当时怎么被让父母授权的时候，对被怎么去劝他变性签字的时候，他告诉他是说呢，如果你不签这个字，如果你儿子不这个做变性手术，你的儿子就会死。他实际上去吓唬这帮父母和这个孩子，但事实上来讲的话，因此你会带来的这些问题，他根本就不会告诉你。所以今天的这个马斯克呢，是他大儿子被现在这个媒体呢又把他这个大儿子呢去弄到各种封面上，做各种模特，还把他捧得高高的。我真的是看到，当父母的都知道，每次看的都是戳父母的一颗心呐。他那多痛苦，那孩子未来这一生都要维持那样的一种生活，非常可怕。但是媒体没有去，很多人变性人后悔之后他也不报啊，他不报道这些事情。所以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 Grace 谁呀、这是 Michael Zoom 说，老师你怎么不说话呀？老师说不会是怕死亡威胁吧？点名说老师怎么不说话呀？对。对，还有人问这个石山先生的这个手这个问题，他说在精英论坛上好像他就没这个在那儿吊起来那个手胳膊。不是那个要穿西装，所以这个就对，他现在呀，这个石山先生啊，他现在实际上这个手术很成功，也好了。现在呢，其实主要是这个叫做得进行一些恢复性的一些训练了。对，只是呢，所以他现在呢，只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的话，他其实是一个这种康复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觉得这个方面，对，我这个跟这个手术比变性手术要简单多了。我们要顺便就做了。没有。我自己因为其实这个像这一类的事情啊，它不光是在西方啊，其实在中国古代就有，就说这个。太监嘛？不光是太监，就是有这种男人喜欢当女人，或者女人喜欢当男人，怎么就是这一类的，包括同性恋啊，包括这种东西，在中国社会都有。但是中国社会啊，相对以前我说古代啊，相对西方呢是比较宽容一些的，所以中国人不会觉得太就是怎么样。西方呢是因为以前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这个非常严格的宗教的这样一个社会，所以他对这种事情呢是非常排斥。他有的甚至是处以极刑，对他非常排斥。所以到现在他有一个这个完全是这个反过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最近我不认为会有什么歧视啊，或者怎么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说实话。就在我在美国的公司里面哈，有同性恋都是公开的，而且这个是奥巴马上来之前就这样的，都是公开的，他们就是这样的。他直接那个男的就说我要去跟我男朋友吃饭，那你就说 OK， 那你就去呗，你就也没什么呀，大家也没有特别觉得怎么样啊。但是就现在这个问题被他就把这个事情搞得特别极端。就变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焦点了，好像这个你给他写封信，他是同性恋，如果你写了那个他的话啊，he or she 写错了，对这个东西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哇天哪，就阶级斗争一样的那个。对，现在更多了，像还有的那个得 they 或者什么等等这些，谁受得了你这个呀？你说说，哎呦我的天！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就是教逻辑课的时候。这个往往就是出这个问题。你说这个树是在你左边还是在你右边？其实是视乎你自己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是一个无法讨论的一个事情。你觉得好，那你就觉得好呗，你不能逼着我觉得我对呀、你自己站在左边，你觉得树在你右边，你就逼着我明明站右边，我觉得我树在我左边，你明明逼着我就必须，要不然就得割我的喉咙。对，这个就对嘛，你自杀都是你的权利，对吧？但是现在呢，就媒体呢一直在 promote 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光是媒体了。拜登政府，我记得他上来他的外交政策的第一条，在全世界，在全世界推广 DEI、LGBT 和文化。我当时看了，哇，美国的外交政策第一条全都是骗人的。DEI 什么 diversity 是吧？对，然后
equal 什么平等，平等，那 E 是平等，equality，然后那个 I 是什么？inclusive， 对吧？就是包容，DEI， 这个名字都很好啊。听起来真的听起来很好。我问你，《纽约时报》对大剧院有没有这么看？没有啊。对，《纽约时报》在骂那些少数民族、骂这些就是说右派的时候，他是这个原则吗？我没惹你啊，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你有 DEI 吗？你没有啊。所以这个东西全是骗人，双标嘛，双标。所以所以我们家小孩，我们家有小孩，就是说啊，这个你有什么不好？我说没有，我说我没觉得你这个东西不好，但是我告诉你，凡是满嘴唱高调的，背后一定是有问题，因为我们是从那社会过来的，天天我们中国那个最好，中国那个什么都是人民啊，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法院、人民警察，我告诉你，没一个为人民说话的东西。凡是把这个调子唱那么高的时候，这背后都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我就他说美国不一样，我说美国不一样，《纽约时报》就是这样啊，是吧？你说是 inclusive， 你为什么不 inclusive 我们呢？不包容法轮功你为什么不 inclusive 呢？你为什么不包容？你天天就是说这个又这样那样的，然后就引用中国政府的那些东西啊，这样那样的，你怎么不用那个标准呢？所以这个东西全是骗人的。你这左派跟我讲说你少跟我啰嗦，我根本不相信。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左派媒体啊，这些人越来越没有市场，大家越来越不信任他们的一个根本原因，对吧？对，他完全是一个这种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但事实上做的呢一塌糊涂。没错，他那个基本上就是说，我。反正我自己做的就是属于这个，你们做的都不是。哎，Mark Hu 啊，跟石山老师开个玩笑，他说：“哎呀 ，Sleep Joe 呢，他老了，否则的话呢，你怎么会知道？如果他年轻10岁，可能他也已经都变完了。他是说到会做到的。这太过分了！哎，我们的观众太可爱了。虽然我们觉得这个拜登这个有点糊涂，但是呢，这是人老了都有点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呢说的这些事儿啊，都特别好玩啊，但这些事情呢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这些小孩子们啊，包括呢刚才对川普的那种仇恨哈，对川普到现在的抹黑的这种宣传，都是从媒体上和这些评论的人出来的。那我们知道中共那边呢是一种集权的国家，全部都被他控制啊，满脑子给你灌，给你彻底的明明白白给你洗。哎，美国这边呢，这媒体呢就天天跟你大喇叭这么说，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哈，美国是个言论集体自由的国家，我们怎么样能有这样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我们以什么样为参照？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自己的孩子？否则的话，这小孩就被媒体、被 Netflix、被学校、被老师，给拿走了。他可真是在跑这边搞了一个共产主义啊！不知不觉当中，父母已经没有权利去管自己的小孩了。反正我的标准就是，凡是不能骂的，都是坏东西。你最起码允许人家去讨论。对啊，你说那个，你说很多人说啊，你怎么老支持川普？我也不是支持川普，川普有的时候是非常 asshole， 非常做的有一些事情啊，就是很怪的啊，或者是表现出来很不 gentleman 啊，或者怎么样。有时候我也不是很喜欢，我也会直接骂。但是呢，你可以看出来，他不是假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真性情。哎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社会上，你最讨厌的就是伪君子，那些害你最厉害的就是假装对你好的人。打着为你好的口号哈，完了害了大家。哎，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2个小时了哈，还是拜托大家给我们点个订阅，摁个赞哈，点个小铃铛。然后呢，我们明后天再继续观察，每天的热闹事儿真是太多了，世界处于一个动荡啊，非常剧烈的动荡之中，咱每天继续观察，到底是往哪边走，好不好？过程当中，我们也都尽一份之力哈，别忘了去点个赞，支持一下我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